嘿，大家好，我是 Ason 啊。那今天呢，我們就來跟大家開場，跟這個似曾相識的玩家打這一場比賽。對，那為什麼是似曾相識？是因為啊，這個玩家雖然他是1300多名，但是他那個打法就令我聯想起了一個玩家，而且那個玩家是我們應該都熟悉而且都見過的一個玩家。對，那究竟了這個人是誰？那我們繼續看下去就知道了。那也是那句，影片開始前了，如果你喜歡的話，先訂閱一下，謝謝。那其實這部影片啊，大家可以跟我一樣，就是一起猜一下這個玩家究竟是誰。然後如果你猜對的話，那我就可以在那個留言區跟我說，就是那個答案究竟是不是我跟你是一樣的。對，那而且啊，你同不同意這個答案？就是這個人究竟是不是某位知名玩家？对，那這次啊，我來到這個第一回合的中段吧。對，就是其實到這裡啊，你應該是還沒看出來到底他是誰。那直到哪個部分就會慢慢的看出來啊？其實啊，就是當他開始連擊的時候。對，那當他開始連擊的時候，我希望了。或者我應該覺得大家應該也是看得出來他究竟是誰了。對，那其實啊，這個玩家雖然他1300多名，但是很明顯他的那個實力啊，就不是在這個階段。那100%我覺得他是一個開小號在這一場裡面打架的一個玩家。那其實洛賽嘎就很常會有人會開這個小號去這一場裡面打架。那我是沒有這個習慣，但我知道有不少人是有這個習慣。那我也是理解的。那所以說，在這個伊尼服不是什麼很大的問題，而且不是什麼很特別的東西。對，那其實我從哪裡開始看得出來這個玩家到底是誰？那就是當他開始 combo 拿出這個破壞者那一個。那如果有留意到，他那個破壞者是穿這個孔雀衣服，跟這個好像是術士頭吧。那其實啊，有一些特地的裝備裝在一些特地的英雄身上，那基本上這些習慣啊是不會根據你的賬號不同而改變的。就是基本上，如果你的大號是這樣穿的話，你的小號也很大機會會這樣穿。如果你沒有心隱瞞這一點的話，那所以的話，其實這個玩家是誰？他就是我們熟悉的老對手、老朋友啊，卡洛斯。對，又是我的老對手、老朋友。那其實啊，根據他的打法，而且他的那些裝備穿搭，其實我也猜到98不離10啊，是他來的。那所以的話，今天這個比賽又是來到跟這個卡洛斯打了這一場比賽。那如果大家不認識他，卡洛斯就是一個印尼服裡面一個比較有名的实況主玩家吧。那他當然在那個好像在 TikTok 裡面直播的。那如果大家不認識他的話，大致上他就是一個這樣的身份的人嘛，就是那個在 TikTok 直播的實況主。那大概是這樣，大家知道這一點東西。所以的話，今天又是實況主挑戰周。沒有，這個只是一個普通的戰鬥，不是實況主挑戰周。那可能有1%的幾率不是他，只是他的一些粉絲要模仿他的打法也說不定。那但是起碼我猜他是卡洛斯。OK， 那來到這個第3回合，那這邊一樣他成功的拿下我的2分啊。那很明顯，這個不是1300多名的玩家輕易做到的事情。雖然這樣說，但不代表說我看不起所有的那些後排面的人，只是說大部分情況下都不會有這個狀況。對，所以的話不要誤會我說的話，就是大部分情況都會這樣的，所以的話不要誤會我。OK， 那來到這個第3回合的。那第3回合的話，也是一開始先嘗試抓住他，給他黑毛 combo， 也是我們常做到的一件事情。所以這邊的話，也是用鳳凰來一個破除魔彈的一個方法，就是反魔彈的那個康塔方法。我這邊做到，那你直接把它射倒，然後給他黑毛。可惜啊，這邊的話，因為很明顯啊，上次那個黑毛沒把它打在地下，所以的話剛才連不上去。那這樣呢，我們不用怕，我們還有這個衣服開 OK。那這邊的話，他應該是
還有1招技能，如果沒記錯的話。那這邊的話，但是我們又有加成的關係啊，我們也是盡量把它抓住，做一個主動的角色，因為有加成了，基本上就不用怕什麼，因為你的技能是10分之快的，比它起碼快1倍也說不定，所以的話不用擔心，盡管衝過去。OK， 這邊的話我們頭盔好了，那 SC 因為加成關係又快好了。那這邊的話，我們為什麼要這麼遠用那個重地來抓它？其實是因為啊，魔彈你如果硬衝過去的，它會直接把你射倒在地下。所以的話，如果在後期階段它把你射倒的話，基本上就等於什麼？就等於它可以開技能抓你啊。那所以的話，我們盡量，哎呦，這邊都算下去了。我們盡量不要在後期階段那麼輕易讓敵人射下來啊。OK， 這邊來到第4回合，那打這個卡洛斯的話也是啊，如果前提他真的是卡洛斯啊，那我覺得是卡洛斯。我是根據這個前提來說這些話，就是卡洛斯嘛，他是一個開技能很狡猾的一個玩家，就是我之前所說。那所以的話，我們要小心一點在那個技能階段。OK， 這邊的話嘗試再做他，哎，可惜啊。哎呦，這個破壞者很明顯就是卡洛斯的那個奇觀來的，踩完之後直接那個聖獸，那這個是奇觀之一。所以的話，因為我也玩過其他的一個伺服器，基本上啊，有些奇觀真的你是會改不了的，你會在那個戰鬥的過程中留下一些痕跡，讓對面認得出你是誰。那所以的話，這邊可以抓到，那這邊的話，哎呦。這為什麼我會開 SD？ 因為它那個顯示問題啊，我當時好像覺得我是沒有抓到對面，所以的話導致我開了個 SD， 就以防萬一再抓他一次。那其實剛才那個 SD 是浪費了，那但是沒差，我們還是抓到他。也是那句，所有英雄都記得要穿術士衣，因為他剛才那個英雄沒術士衣，所以讓我抓到，那他直接就讓我把那個血量打到接近0血啊，所以的話，術士衣是非常之重要，要不停的說，非常重要。我這邊呢拿下第4回合，那來到這個第5回合，那不錯啊。超雄我也說過，超雄的那個滾雪球功能啊是非常之厲害的，那而且它的滾雪球啊。它那個功能啊，不只是單回合的滾雪球，就是不會因為你把它打死了，然後下回來之後重新來過，不是的。超雄的滾雪球啊，是跟那個戰鬥節奏有很大的關係。那基本上你滾起來的話，你的那個節奏會一直延續下去。就是你現在如果節奏好的話，那個雪球滾起來，那你就可以不停的把它抓住，就像一個戰鬥節奏掌握在你手上一樣。超雄就是一個那麼厲害的角色啊，那所以基本上我的那個節奏已經延續了2回合了，那這回合的話應該是也會繼續連續下去，如果沒意外的話。OK， 這邊的話來到技能階段，那這個階段的話也是顯得，哎呦，這邊的話不錯，讓他射的比較快，那導致我那個鳳凰沒有那個時間射那個鳳凰出來把它射倒啊，那不錯。那但是我們還是把它打下去了。OK， 哎呦，這邊的話我看準一點。OK， 因為他知道我有反裝，所以他不敢輕舉妄動，所以他直接把我打下去。那這個做法也是挺合理啊，不然的話他被我抓到，那基本上等於死了。OK， 這邊要抓到，把它丟下去。那我們還有頭盔、盔甲跟那個披風啊。OK， 這邊的話直接用衣服。那我們就因為那個盔甲扣太久了，太久沒有開了。我們如果可以的話，盡量不要扣技能，找到機會就把技能先開一開，把那個血量壓下來。但是我們還是要把那個重點的頭盔留下來啊，這個是重點裝備。OK， 那這邊的話可以啊，我們小一點，也是為什麼要跳開，就是卡洛斯很狡猾，我們要小心他的一些奇怪的舉動。哎呦，這個不錯。那這邊用披風，我可以抓到，那直接把它做 CSD， 哎，不錯，他披風開了，哎，頭盔也開了，那應該完結他，我可以抓到，那應該完結了。那最後記得訂閱一下，謝謝。